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个专门分享未来趋势与最新科技的频道。如果我告诉你，科学家们正在认真考虑在地球和太阳之间撑起一把遮阳伞来对抗全球暖化，你会怎么想？这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的情节，对吧？但根据最新调查，2/3的气候科学家预测，在2100年之前，人类很可能会真的这么做。今天我们要来聊聊这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太阳地球工程，了解为什么科学家会考虑这么做，以及这个计划可能带来的惊人风险。首先，让我们来理解一下，所谓的遮蔽太阳到底是什么概念？这个技术的正式名称叫做太阳辐射管理。简单来说，就是想办法让更多的阳光在照射到地表之前就被反射回太空。这个想法其实来自大自然，你知道吗？当大型火山爆发时，会将大量微粒喷入大气层，这些微粒会反射阳光，导致全球温度暂时下降。1991年菲律宾的皮纳图博火山爆发后，全球平均温度在接下来的2年里下降了约 0.5 度。所以科学家想，如果我们能人工复制这个效果，是不是就能对抗全球暖化？你可能会问，我们不是应该减少碳排放吗？为什么要用这种听起来很危险的方法？问得好。事实是，我们的减排速度远远跟不上地球暖化的速度。尽管各国签署了气候协定，但全球45项主要气候目标全部未达成。气候专家警告，我们很可能在本世纪末前突破 1.5 度的升温上限。而且，一些亿万富翁和科技公司已经开始资助相关研究。他们认为，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选择。所以科学家们预测，随着气候危机越来越严重，各国政府或甚至私人企业可能会在绝望中尝试这个方法。那么，具体要怎么遮蔽太阳呢？主要有几种方法。方法一，平流层气溶胶注入，这是研究最多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用飞机或气球将硫酸盐等反光微粒送到平流层，也就是大约20公里高的地方。这些微粒会像镜子一样反射阳光，理论上可以快速降低全球温度。方法二，海洋云增量，这个方法是在海洋上空的云层喷洒海盐微粒，让云变得更白，更能反射阳光。有趣的是，这个技术已经有小规模的实验在进行了，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对吧？但问题来了，这些方法真的安全吗？这就是今天影片最重要的部分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最新研究指出，现实中的风险远比电脑模拟预测的还要严重得多。风险一，无法预测的副作用。改变阳光照射会影响全球的气候模式。研究发现，季风降雨量可能减少高达 20%。想象一下，这对依赖季风的亚洲农业会造成多大影响？可能破坏臭氧层，在不同地方释放微粒，会造成完全不同的气候影响，可能在某些地方造成乾旱，在其他地方造成洪水。而且最可怕的是，科学家们最常提到的风险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地球气候是个超级复杂的系统，就像一位科学家说的，对一个已经受损的系统进行干预，成功的机会很低。风险二，技术与材料限制。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还发现实际操作的难度，所需的硫酸盐材料可能供应不足，替代材料像是钻石粉末，太贵太稀有了，其他矿物化合物效果不好，会结块，实际部署比我们想象的困难太多了。风险三，国际政治炸弹，这可能是最危险的部分。想象一下，如果中国决定单方面进行太阳地球工程，结果导致印度的季风减弱，农作物欠收，会发生什么事？事实上，非洲国家已经明确表态反对。2025年7月，非洲各国环境部长联合声明，完全拒绝太阳地球工程。81%的科学家呼吁建立国际条约，防止任何国家或私人企业单方面行动。但问题是，现在根本没有这样的条约。风险四，治标不治本。这可能是最讽刺的部分，遮蔽太阳只能降温，但完全无法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更糟的是，如果我们开始使用这个技术，然后因为某些原因突然停止，比如战争、
经济崩溃或技术故障，全球温度会在几年内急剧回升，造成所谓的终止震荡。那种升温速度会比现在的全球暖化快10倍以上，生态系统根本来不及适应。而且还有一个道德风险，如果大家相信有这种技术可以救急，可能就会降低减碳的动力，想说反正有备案。但这就像一个酗酒的人说反正有肝脏移植一样荒谬。所以我们该怎么办？目前联合国和各国科学机构正在研究如何制定相关规范。许多科学家强烈呼吁，在完全理解风险之前，绝对不应该进行大规模部署。但讽刺的是，越来越多科学家也认为，这个技术迟早会被使用，因为我们的减排行动实在太慢了。这让我想到一个比喻，太阳地球工程就像是给地球吃退烧药。发烧的时候吃退烧药确实能让你感觉好一点，但它不能治疗造成发烧的感染。而且如果你只吃退烧药而不治疗感染，病情只会越来越严重。更重要的是，退烧药本身也有副作用，在地球这个案例中，副作用可能是灾难性的。所以回到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真的应该把希望寄托在这种高风险的技术上吗？我认为答案很明确，不应该。这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研究这些技术，在最坏的情况下，了解我们的选项是重要的，但我们绝对不应该把它当成减碳的替代方案。真正的解决方案还是要从根本做起，大规模转向再生能源，改变我们的消费模式，推动政府制定更积极的气候政策。而且这不只是政府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出改变。记住，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没有 Plan B 的星球。与其冒险用未知的技术干预整个气候系统，不如现在就采取我们知道有效的行动。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千万不要忘记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关于未来趋势的最新消息。那我们下支影片见。